2004年3月，以色列同印度达成协议，印度出资11亿美元，向以色列购买3架搭载有菲尔康机载雷达预警系统的预警机。协议达成之后，整个亚洲一片哗然。巴基斯坦明确反对这一项目，表示这将极大破坏南亚地区的军事平衡。中国对这一消息也同样深感震惊，不过震惊的原因并非中国空军惧怕印度即将获得的新装备，而是印度获得的这批预警机正是3年前被以色列人违约扣下的中国订单。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认识到现代战争的威力的中国军方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一轮的装备更新计划。预警机作为信息化空军的大脑，尽快装备该武器成为我国空军的一项紧急任务。虽然在今天看来，全国产化是军事强国的必经之路，但在当时，中国在预警机项目上落后国际水平太多，加上当时相对良好的外交环境，让中国不管想购买什么武器都能找到卖家。因此，当中国预警机计划再次启动时，我国军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走完全自研的道路，而是去国际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直接购买到现成的技术，以快速填补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在得知我国军方有预警机需求之后，第一个找上门来的自然是刚刚从苏联独立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拿出了 A50 预警机，该型号基于伊尔76大型运输机平台，于1984年开始在苏联军队中服役。俄国人认为，此时能向中国同时提供飞行平台与雷达设备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他们一家，并且 A50 预警机也能完美适配中国从俄国进口的苏27机队，中国人没有拒绝这份订单的理由。然而，预警机毕竟是动辄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大项目。我国军方在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当时的 A50 预警机不仅各项指标全面落后于美国E3型预警机，俄国人提出的单价10亿美元的报价也同时超出了真实行情与我国的心理预期。俄国人并非不知道他们的飞机值不了这么多钱，但是他们清楚，苏联解体让美国关上了对中国军售的大门。中国不来找俄国，那想找到另一个能够提供预警机的卖家难上加难。有恃无恐的俄国人吃准了中国别无选择，咬定10亿美元一点不能少。然而，中国虽然确实选择不多，但花10亿美元去买一个即将过时的飞机，学费也实在太贵了一点。不过，就在中国犹豫再三时，以色列人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表示以色列可以向中国提供预警机，并且价格只有俄国人的1/4。严格意义上来讲，以色列自始至终都不能独立完成预警机。所谓的预警机由作为平台的大飞机与作为武器的空中预警系统两部分构成。实际上，包括伊尔76、波音747在内的大多数大型飞机都可以作为预警机的飞行平台。而以色列能独立生产的其实是预警机的大脑，也就是名为费尔康的空中预警系统。为什么中国会拒绝俄国人的报价？因为中国是伊尔76运输机的大客户，在多次采购后，我方清楚该飞机单价不过5000万美元。加装上俄国人的电子设备，摇身一变成 A50， 价格就要翻20倍。中国不是印度，载人不是这么载的。以色列人深知中国的痛点何在，他们清楚中国不排斥俄国人的飞行平台，但根本不能接受俄国落后电子设备那打劫式的报价。因此，以色列人带着费尔康系统找到我方，表示可以在伊尔76运输机的基础上加装费尔康系统。具体方案是，以色列人将会先向俄国进口伊尔76运输机，在改装完成后，以2.5亿美元以下的价格出口中国。成品的总体性能不弱于以波音系列飞机为飞行平台的以色列预警机。在收到以色列的提议之后，我国军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案，因为以色列的方案不仅便宜，作为世界上第一款相控阵雷达预警机方案，费尔康系统虽然没有全面超越美国的 E3，但在有限的预算内给出了一款面向未来的预警机方案，而这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才是让我国动心的最大原因。而在故事的另一边，当俄国人收到中国的拒绝订单 A50 的回答，以及以色列提议由中俄以3方共同完成新的预警机项目的提议之后，为了保住伊尔76的订单，敲诈失败的俄国人虽然倍感丧气，但还是决定接受以色列的方案，安心为中国制造飞行平台。1996年，中俄以3方签订协议，俄国先下以色列运输伊尔76平台，以色列则负责将飞行平台改装为装载费尔康系统的预警机。中国一共向以色列订购4架成品，订单总价10亿美元。如果该订单完成，中国将借由以色列的帮助，在预警机领域追赶上世界第一梯队的水平。但以色列为何会在此时拿出这么诱人的方案？实际上，在该项目中，以色列唯一的动机就是唯利是图，而以色列人的唯利是图，最终也导致整个项目在最终完成之前全面破产。
预警机问题之所以极度敏感，是因为该武器是大国不能缺、小国用不到的国家重器。预警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就是所在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空军机队，需要一个电子信息平台，同时向多架作战飞机提供信息。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却研制预警机系统的原因，在于他们必须以空军的绝对优势，保证自己能在群狼环伺的中东立足。然而，研制超出一般需求的预警机，也同时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拥有预警机之后，以色列一直在推进预警机系统的出口，只有卖出变现，才能收回以色列研制预警机的成本。中国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客户。然而，在向中国兜售预警机时，以色列人为了推销成功，向中国隐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的出口计划并未得到美国的认可。以色列实际上根本不在意自己的买家是谁。如果打开上帝视角，我们甚至能看见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居然向曾经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出口数十亿美元武器装备。因此，当初得知中国有预警机需求之后，犹太人也是丝毫不考虑背后的政治影响，只把心思全部投入如何从中国赚钱上面。以色列并非不清楚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开始转向对立，但在钱面前，犹太人可不管这么多。而且以色列很清楚，如果一五一十的向美国人报备，那这个项目极大概率是做不成的。比起一分钱没有，深谙经商之道的犹太人认为，为了数亿美元，值得冒上得罪美国人的风险。最终，在美国人并不知情的状态下，中俄以三国开始了预警机项目。而就在三国签署协议当年，在美国的带领下，33个西方国家联合签署了管控技术出口的瓦森纳协定。令美国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忠实盟友以色列并不想加入这份协定。起了疑心的美国人开始暗中调查，以色列是否在暗中进行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军售行动。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是，美国在当初联合了以色列，以菲尔康为诱饵，将中国骗离自行研究预警机的道路，拖慢了中国获得先进预警机的时间。然而，从事实角度来讲，美国缺乏如此行事的动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志得意满，他们并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单纯靠自研就能获得美军同等水平的装备。同时，美国也不吝啬于向核心盟友提供高端装备，因为美国也不相信有哪个国家在获得美国装备之后，能够靠逆向工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人的策略始终只有一个，就是控制自己以及自己的核心盟友的军事技术，不以被白嫖的方式出口到那些被判定为美国的对手的国家。以色列在当初隐瞒美国人的态度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不过，美国人起初并不清楚中俄以三方的协议细节，也没有调查出以色列到底在向中国出口哪些技术。就这样，1997年5月，俄罗斯同以色列完成了以伊尔76为飞行平台的改装评估。1999年10月，俄罗斯将改装后的 A50H 型飞行平台交付以色列。此时，以色列只要能按照图纸完成对飞行平台的改装，就可以拿到中国人的货款。可是，就在订单即将完成的关头，以色列收到噩耗，美国人已经得知了以色列向中国出口预警机的计划，并且意料当中的是，美国坚决反对以色列人去赚这笔外快。到底是谁把中以预警机方案的全部细节透露给美国一事，至今也并无定论。然而，事实上，除中国外的任意一方都有如此行事的动机。以 CIA 为代表的美国情报部门自然想知道有关以色列军售的一切情报，而项目当中的另一个参与者俄罗斯也有将消息透露给美国的十足动机。在参加了菲尔康方案2年之后，俄罗斯重新意识到以色列的横插一脚只是突发事件，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没有第三个国家会把预警机卖给中国。因此，只要把以色列的单子搅和黄了，那中国自然还得捏着鼻子来找俄罗斯人。当美国于1999年得知中俄以预警机项目的全貌之后，公开放话，中国装备先进预警机将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如果以色列执迷不悟，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援助以色列。而以色列知道事情败露之后，还想垂死挣扎。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一面同美国谈判，一面信誓旦旦地向中国保证，以色列将完成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但是在意识到以色列的项目根本没获得美国人认可之后，等待了数年的中国也意识到以色列一直在铤而走险。美国如今铁了心要介入这件事，中国是大概率拿不到以色列手里的预警机了。于是2000年下半年，中国就开始接受菲尔康项目的失败，并寻求从其他渠道获得预警机的可能。但说是其他渠道，实际上如之前所说，中国还是只能求助于俄罗斯。
深度参与项目的俄罗斯人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再次带着中国参观了他们的 A50预警机。然而 ，A50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此时距离中国重启预警机计划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0年，可是俄罗斯人手里的 A50不仅与10年前相比毫无长进，价格上也没什么让步。最终大失所望的中国，在2001年正式收到以色列新总理沙龙取消协议的通知之后，放弃了通过任何外部援助获得预警机的方案，决心以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发一款100%中国血统的预警机。我国的这个决定就是后来空警200到空警2000系列预警机的源头。不过，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初，以色列人调了中国整整5年，到头来因为自身的原因取消协议，这事情可不是一句抱歉就能结束的。在美国第一次发难之后，意识到以色列已经难以完成订单的我国，就要求乙方按照协议向中国赔偿违约金。而以色列手里捏着已经完工的预警机却不能交付，反而要付违约金，沙龙自己也感到非常郁闷。最终，以色列同意赔偿中国3.5亿美元，其中1.9亿为中国在前期的预付款，而1.6亿为项目违约金。然而，以色列违约中国，却不敢再违约俄国。俄罗斯此时已经按照协议要求，向以色列提供了4架 A50H 型飞行平台。俄国人的货是售出不退的，但以色列人要这些俄国飞机是一点用也没有。在多方协商之后，以色列将第1架 A50H 转交给了中国，获得了在赔偿上的一点折扣。可是剩下3架 A50H 不仅以色列人不想要，中国人也不想要，而俄国人又不退货。自作自受的以色列人只能捏着鼻子继续组装已经基本完成的预警机，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新的买家。但想找到预警机的买家谈何容易啊！这种服务于大机群的装备需要的国家屈指可数。不过幸运的是，还真就有那么一个大国对以色列的装备动了心，这个国家便是印度。印度在预警机这一问题上相当后知后觉。实际上，直到2001年以色列公开宣布无法履行同中国的协议之后，印度才意识到中国正在向以色列进口这一先进装备。然而，印度人虽然后知后觉，但是行动十分迅速。印度认为，既然中国买不到以色列预警机，那我现在花钱接盘就能在空军上获得相对中国的优势。这个逻辑不管大家信不信，印度人是信了。印度政府在2001年底向以色列表达了购买预警机的兴趣，而在生意没做成，反而赔偿了一大笔违约金之后，以色列人也学老实了，他们没有再偷偷摸摸推进项目，而是首先去争取美国政府的意见。小布什政府在得知以色列试图与印度达成新的协议时，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起初并不同意以色列这份新计划，认为菲尔康预警机会对南亚的印巴对峙火上浇油。但南亚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清楚，就印度的能耐，给他预警机，他也改变不了地区平衡。在一阵装模作样的反对之后，小布什政府最终于2003年8月改变了态度，原则上允许以色列向印度出口剩下的3架菲尔康预警机。2003年9月8号，以色列总理沙龙在获得美国的默许之后，进行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对印度的正式访问，并就预警机项目签下了11亿美元的单子。这个11亿美元的计算方式实际上非常滑稽。以色列之前准备以2.5亿美元一架卖给中国4架改造完成的预警机，然而1架未完工并赔付给了中国，3架砸在了手里，于是卖给印度的价格如下：剩下的3架每架2.5亿，印度还要支下给中国的3.5亿违约金。以上合计11亿美元，就是犹太人给印度人的报价。印度在军购方面向来是人傻钱多啊。他们没想太多，就一口答应了以色列的要求。而后来的事情证明，当初确实不是以色列人故意给中国拖时间。印度虽然下单极其爽快，但直到2009年，他们才拿到第1架菲尔康预警机，3架飞机全部到印度手里，甚至都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镜头转向中国，就在印度拿到第1架预警机的2009年，由中国自行研发的空警200正式亮相。印度花了大价钱接盘，也并未能抢在中国之前获得所谓的战略优势。而中国与以色列这次失败的合作，也充分证明了在国防工业上，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